座小人伤病伤痛终于要被清除出你们生活了，这应该是5年显著的大好事的基建。那我之前讲过，白羊座进入到冥王星水瓶这20年的周期里面，你们对于很多关系的态度和人际的把控会跟以前很不同，这也是会影响到你们方方面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有一些责任呢，白羊承担的够久了，有一些状况拖累或者是阻碍你们也蛮长时间了，应该是躺还是要冲呢？当然应该要冲。行运在召唤白羊座，在提示你们，也许你们该有一些新的态度、新的感情、新的家、新的身体、新的工作下家、新的角色、新的路径、新的手段了。这几年白羊过的都是没有什么安全感的，或者是挺孤寂疲惫的。我不能说你们没有成就，相反，有的白羊人生很高光，很受瞩目，但是你们始终会感觉自己处在某种风暴里，或者是郁结当中，不得消停，或无法放松啊。有的时候也有种无奈和无力，可能你背负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生命之沉痛和心酸，所以别人看到的白羊和白羊内心当中真实的感觉是有巨大的一个差距的啊。你们一定会感受到生命的不可控和某种狼狈，而土星和海王星在25年的5月25日到10月23日起就将进入到你们的星座白羊座的位置了，这将一扫白羊座这几年被动挨打和防御作战的一种苦闷啊。就你们不能往前直接冲，你们得防御。那么白羊明年年中下旬到26年就会逐渐意识到自己不必再那么小心翼翼了，你们可以直接往上冲，你们只需走上正面的战场，不需要有那么多顾忌。虽然此时有挑战也有对手，但至少是在明面上面过来的，就比之前暗中来的要好得多得多。因为你们对明面的对手是不怕的，但是对于一些暗中的小人，暗中来的一些侵扰呢，白羊是多多少少有些无奈的。那么白羊在这1年半的时间之内，有机会成为各行各业流行风尚的标杆，书写不被定义的自己。你们会有很破格的一些尝试，在你们的领域刮起一阵旋风啊！可能很多人都会模仿你们。本来白羊就是很有勇气的星座，那接下来你们会挑战更高的难度，比如说跨界转型、主副业齐开，就类似于那种3期艺人，或者是创业开公司、辞职自立门户，成为自由的撰稿人啦、自由职业者等等的，会在事业生活当中兼顾多重身份和角色，然后每一个角色你们都会寻求表现得很亮眼，而你确实很有机会去做到，让人觉得哇，原来白羊你还会这个，你还有这样的一些才能爱好等等，就跌破大家的眼睛，但是一种好的方面。就在25年的中下到26年、27年的时候呢，白羊就已经能够很好的平衡你的事业生活当中至少2个方面的事情，或者是2个任务、2个项目，两边都会有收获。不过呢，这一年也要注意健康啊，可能你会去调理身体，因为你们做的事情确实是比较多。那28年呢，白羊就有望踩上新的岗位、新的职务，站上新的起点。你们这些年练的本事、读过的书、走过的路，会在26年和28年这2个年份得到机会对外绽放。26年呢，你们会刷新大家眼中对你的一个认知，就是让人感觉说，哦，没有想到。28年呢，是真的实际会颁给你们一个现实的奖章或者是回馈。对一部分白羊来说呢，生命中很重要的缘分也会从28年的下半年到29年去开启，比如说恋爱啦、结婚啦、生子啊，或者是一些合作关系、新的签约啊等等的。纵观未来的5年呢，是白羊座走出命运的悲伤、强势的归来，或者是强势的去书写新的自己的时间。在历经25年的中下到26年，我已经看不到白羊座对于生活、对于未来有任何的迟疑，有任何的惧怕。你们已经度过了那个忐忑，有的只有争、抢、胜，强大到让人觉得害怕。但是呢，这也是因为白羊从22年以来一路的坚持和勇敢。很多人放弃了，但是白羊撑住了，撑过这个至暗时刻，撑过运不是很好的时候，明后年起就破茧成蝶，一切努力都将被看见，生活也不再藏在阴霾当中。那祝所有的白羊座加油好运啦！我是爱达范老师，用星座心理学一起更好的指导自身生活，拜拜。